我明明写了很具体的选择器，把按钮背景设为红色，但它最后却还是绿色的，这是为什么？如果你的第一反应是去算特异度，那么你可能忽略了前面的关键步骤。浏览器在裁决样式冲突的时候，不是直接比较特异度，那它到底是按什么顺序来进行判断的？先看一个最常见的不涉及 important 的样式冲突场景。由于上方的选择器更加具体，所以按钮现在显示为红色。这里参与比较的就是特异度。给这个按钮再加一条行内样式，可以看到按钮现在显示为绿色。因为浏览器不会一上来就比较特异度，它会先看这两条声明在层叠顺序里谁排得更前。当前发生冲突的是行内样式和未分层样式，行内样式比未分层样式更靠前。浏览器在这里就已经得出结果了，所以按钮现在是绿色。先把行内样式去掉，再把红色这条规则放进一个名叫 Components 的 layer 中，按钮变为绿色。虽然现在没有行内样式了，但出现了层内样式和未分层样式之间的冲突。如果你还不熟悉 layer 语法也没关系，这里的重点不是语法本身，而是在浏览器的眼里，未分层样式排得更前，所以按钮还是绿色的。我们把绿色这条规则也放进名叫 Overrides 的 layer 中。注意，这里的 Overrides 是后声明的，按钮依然是绿色的。这时候两条声明都属于层内样式，后声明的 layer 优先级更高。我们把分层都移除，让这两条规则回到同一起跑线。现在前面层叠顺序的比较已经无法分出结果了，因为这两条声明都属于未分层样式，浏览器这时才会开始比较特异度。由于红色的选择器更加具体，所以按钮显示为红色。如果连特异度比较也无法分出结果的话，浏览器才会去比较 source order。绿色这条规则写得更靠后，所以它最终生效。到这里你应该已经看出来了，浏览器处理样式冲突不是一上来就看特异度，而是一个短路逻辑，先看层叠顺序中的位置，前面一旦已经得出结果，就会立刻停止比较。我们这期看到的是层叠顺序中最常用的一段，如果以后碰到 important、不同来源这些更复杂的情况，逻辑也是完全一致的，只不过浏览器的层叠评估链路会更长。希望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启发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